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这个水杯呢是我女儿的，我假期里拿回来了。这个水杯简直是磨损的，那个面呐、没法看，掉漆，还有这些塑料面哈，脏的简直感觉上就是一言难尽。我呢，这个水杯本来想扔掉的，昨天晚上呢，我还抱有幻想的试了一下，还是幻想成真了哈。开水倒进去以后，早上的时候刷牙倒出来的水还挺烫嘴，我还能兑冷水，说明这个保温性还是挺好的。但是这么用的话，实在也太磕碜了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打算给它做一个布套。我看他们用那个毛线打的那个布套就特别紧凑，我不会做毛活儿，所以今天呢，我想用布。做一个特别紧凑的那样的水杯套。这个水壶套呢，就是我前年做的哈，和刚才那个水杯一样，也是磕漆了，但是没有变形哈。这个水壶看看这么小一个，能装2斤水呢。我们夏天出门遛弯呢，就爱带它。这个水壶套是不是非常的紧凑？我上面还绣着花呢。布艺的东西就是这样哈，如果脏了的话，就洗一下就会很干净。先来和大家介绍的是铺棉的画法哈。我把铺棉呢分成了4等份。那这儿的宽度呢，就是这一圈周长加了1厘米以后呢，除以4，就这儿的宽度。那高度呢，就是它的实际高度是4厘米。这里的宽度呢，就是杯口的一圈，也是加了1厘米，然后除以4。那这里是有一个弧度的哈，我量了一下，这儿的高度呢是2.5厘米。然后呢就是画上斜角，画的时候咱们稍微画点圆弧哈，因为它这儿是有个弧度的，它并不是笔直这么下来的。底部的这个圆呢，就是铺棉这个圆是一模一样的哈，并没有放。现在呢，我们把铺棉烫在面料上，那烫铺棉的时候呢，铺棉之间的间隙啊，我们留的多一点。现在呢，我把材料都剪裁好了哈，都需要里子、面子各1份。我们把里子、面子正面相对，车上这3条边。那这儿呢是不车上的，底部呢也是一样，车一圈留一个反口。车好以后呢，我把缝缝修剪一下。那咱们这缝缝呢留的少一点哈，5毫米，这样子翻过来呢更服帖一些。然后在刚才车过的位置呢，再车一个2毫米的窄边。接下来呢，准备一根拉链，拉链的一端呢包上布条，拉链的长度啊，就是这条边的长度呢减1厘米。我们把拉链啊垫在这块材料的下边，用长针呢把这条边给缝上。那缝的时候呢，我们尽量靠近拉链。这面缝好以后呢，我们翻到反面啊，再缝一遍哈。反面缝的针法呢，就是和咱们缝裤脚边的针法是一样的。拉链的一边呢，咱们就缝好了。接下来呢，一片一片的，咱们都把它给组合起来。还有这个底哈，那组合的时候啊，咱们都是正面缝一遍，反面呢再缝一遍。现在呢，整个都缝好了，看着呢还是挺紧凑的哈。接下来呢，把多余的这部分啊给修剪掉，然后用本色的面料呢把这儿包一圈。一圈包边包好以后呢，这个水杯套就制作完成了哈。我挑了一个颜色和这个杯盖非常接近的，这样子呢就跟原厂配套的一样哈。脏了以后只要把布套洗一下就好了，那就可以又能用很久了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帮忙点赞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